第176章55000镑。黑色郁金香号，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这是前有狼后有虎啊，这会不会太倒霉了一点？漂浮在半空的克莱恩最先发现越来越近的船只，忍不住侧头俯视了下正提着漆黑短剑认真审视怪物的安德森。安德森颇感疑惑的快速回望了一眼，边戒备着随时可能弹射过来的灰黑肉块，边开口说道：“你的眼神很奇怪，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话音未落，以条件反射般闭嘴，旋即有所察觉，一个侧跃接翻滚，避过了那些让他指甲快速生长的怪物分裂体，飞快来到另一侧的船舷旁，挺腰伸脖。安德森忽地嘶了一声，地狱上将，这可不是什么善良的家伙，作为本身就是以滥杀闻名的海盗将军，对借助别人危机谋取自身利益肯定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当他权衡之后，发现可以利用强大怪物的袭击干掉星之上将，干掉未来号上所有人，收获极其丰厚的战利品后，必定会动手。我的厄运并未减弱，只是换了种形式，零存整取。安德森表情扭曲的不知在哭还是在笑。与此同时，克莱恩脑海内也浮现出了相应的情报。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仅鲁恩一国的赏金就达到了55000镑。他是一位极其强大的通灵者，是7大海盗将军里赏金最高的那位。他旗舰黑色郁金香号上活着的海盗并不多，绝大部分事情由他驱使的不死生物和灵界生物负责。他滥杀，却对杀戮没有变态的喜好，只是在认真完成将生灵投入地狱的工作。他与灵教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说拥有一枚古代死神遗留的戒指。克莱恩和安德森凝望黑色郁金香号的时候，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衣袍上的黄金胸针开始绽放纯净明亮却不刺眼的阳光。船长室的前方，一道身影模糊呈现，迅速拉长。它充满死寂安宁的幽灵气息，却又散发出阳光般的和煦温度。这是一个异常违和的存在，就像由太阳圣水构成的怨魂，既神圣又邪异。这太阳怨魂张开双臂，以极其夸张的速度飞了出去，拥抱住了一个灰黑色的肉块。油脂被焚烧般的声音滋滋响起，太阳怨魂与那灰黑肉块彼此抵消，同时泯灭，再无痕迹残留。星之上将眼眸深紫流淌，胸针金黄明亮，于船长室窗户外飞快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太阳怨魂，让他们扑向侵入未来号的灰黑肉块们。而这个时候，无血者西斯道尔保护着弗兰克、妮娜和其他水手，用吞噬消化的方法对抗拥有极强生命力的怪物肉块。黑色郁金香号的速度比克莱恩预想的更快，不过几秒的功夫就进入了未来号的警戒范围。泛着阴绿的黑沉帆船降低速度，停止在边缘，似乎不太清楚这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克莱恩看见未来号对应的半空浮现出一只近乎透明的眼睛，它有着惨白的瞳孔，正俯视着下方，一眨不眨。这通灵者版望远镜。怔了1秒后，克莱恩右手拔出左轮，瞄准了那只属于灵界生物的眼睛。这一刻，他有些犹豫。作为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直接开枪是最符合人设、最没有问题的选择。但此时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还没有表现出敌意，他有可能会顾忌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背后的势力，保持克制。若贸然击杀他的望远镜，将让局势不可避免地走向更混乱、更危险的发展。克莱恩短暂的迟疑中，那只近乎透明的虚幻眼睛消失了。远处的黑色郁金香号继续前行，越来越清晰。它的上面，一具具或未穿衣物或披着皮甲的白色骷髅忙碌着操纵风帆，挎着长剑的苍白活尸正来回巡逻，用染着阴绿火焰的眼眸打量四周。幽影、怨魂，各种古怪的灵界生物时而飞舞盘旋，时而钻入船身，在舷侧凸显出眉眼不太分明的透明脸孔。克莱恩的灵室里，黑色郁金香号上只有一个活人，那就是立在前甲板上静静望着这边的船长打扮男子。他戴着绣白骷髅插羽毛的夸张三角帽，身穿镶花边的白衬衣和繁复华丽的棕色短外套，固定住白色紧身裤的牛皮色腰带上则悬挂有一把细细的刺剑。这男子的脸上覆盖着张银白色的面具，五官与轮廓皆被隐藏于内，那象征眼睛、鼻子、嘴巴位置的孔洞四周，冰冷的线条让人望而生畏。这与传闻里的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形象完全吻合。他的大副、二副、三副水手长们呢？克莱恩先是诧异于黑色郁金香号上只有一个活着的人，继而飞快释然，正向未来号将三副、
枪炮长和众多的水手送到自家海盗团别的船只上，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人员进入这片海域一样。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没让脆弱的下属们跟随，反正他可以驱使不死生物和灵界生物操纵船只。就在这时，黑色郁金香号明显转动，右舷的几十门火炮对准了这边。随着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摸了摸银白的面具，轰隆的声音接连发出，一枚枚炮弹飞来，或还未靠近就落入海水，炸起一片浪花，或直接越了过去，掉到更远的地方。这是一次校准式射击。很快，黑色郁金香号开始了第二轮炮击。克莱恩正要启动蠕动的饥饿，利用腐化男爵的扭曲能力让炮弹们改变目标，轰炸向更远的地方，却看见安德森·胡德抬起右手往前推出，一只只橘黄色的火鸦瞬间凝聚，盘旋着飞了出去，精准拦截了每一枚炮弹。轰隆轰隆轰隆，半空火光耀眼，碎片飞溅，就像连续放了几十次礼花。不得不说，纵火家的能力在海上真是挺管用的，神秘版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不过这也是因为安德森是最强猎人，已经达到了序列5这个层次，换做达尼兹肯定没办法一一拦截，能引爆一半就算他厉害。我用操纵火焰的能力时，一次只能对付一枚。克莱恩感叹之中，黑色郁金香号停止了炮击，速度再次变快，缩短着与未来号的距离。而随着它的靠近，两条巨大帆船间染着金色阳光的海面飞快变黑，黑的不像墨汁，倒如同最深最沉无月无星的夜晚。这幽邃深暗的海洋里，一个个半透明半虚幻的狰狞生物爬了出来，一具具苍白的尸体伸出了他们挂着腐烂肉条的手掌，一朵朵或深红或阴冷的火焰浮现，组成了一对又一对眼睛。豁然之间，这里仿佛变成了地狱的入口，各种各样的不死生物拥挤着浮上海面，潮水一样前仆后继地发起了冲锋。安德森回头看了眼正泯灭着灰黑肉块的太阳怨魂们，知道心智上将正处于对付那恐怖怪物的关键阶段，只能嘶了一声，抬头对半空的格尔曼斯帕罗苦笑了一下。他正要将双手按在船舷上，制造往外蔓延的赤红火焰，以阻止不死生物大军的侵袭，却愕然看见格尔曼斯帕罗猛地转身，飞回了船舱。跑了？不会吧？安德森的表情明显呆滞了一下，他旋即露出龇牙咧嘴的表情，身体快速前倾，探出双掌按在船舷上。无声无息间，一片赤红的火焰凭空腾起，席卷往前方。这时他眼前突然掉下了一个符咒，耳畔则响起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风暴。安德森本能抬头，看见穿越岭山宗加克的格尔曼斯帕罗被一阵狂风卷着，急速飞向黑色郁金香号。他这是要自杀吗？这种疯狂我理解不了。安德森嘴巴半张，一阵迷惑。克莱恩借助符咒的效果，在风的眷顾下飞掠到了黑色郁金香号靠前方的上空。地狱上将路德维尔随即抬头看了他一眼，银白面具的眼洞内两团苍白的火焰正静静燃烧。黑色郁金香号上盘旋的幽影、怨魂和那些偏死亡领域的灵界生物们当即蜂拥上飞，冲向敌人。他们或大张嘴巴发出无声的尖叫，或吐出镶嵌着一张张微缩人脸的细长舌头，显得极为兴奋。克莱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左掌探入衣兜，解除了一个方形铁盒的灵性之墙，然后他拿出里面和几根火柴绑在一起的阿兹克铜哨，将它扔向了黑色郁金香号的后甲板。豁然之间，透明的、阴冷的、模糊的怨魂幽影们全部停住了，就像被冻结的虫子。接着他们毫不犹豫地调转身体，急速飞向了黑色郁金香号的后面，长得奇形怪状的灵界生物们紧随其后。不到1秒，操纵船只调整火炮的骷髅和活尸们也背叛了地狱上将，前甲板区域顿时空空荡荡，只剩下路德维尔一人。啪！克莱恩按着帽子落到了甲板上，落到了路德维尔面前。他身体微微弓起，松开了按帽子的右手，目光锁定了戴银白面具的地狱上将。第177章，这个非凡能力很强。未来号上，安德森·胡德双手按住船舷，看见漆黑海洋下涌出的不死生物大军潮水般退去，争先恐后你撞我踩的奔向黑色郁金香号的后甲板。看见格尔曼斯帕罗右手按帽从天而降，稳稳落于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对面。这样的场景在或深红或阴绿的光芒映照下，
在怨魂幽影和各种奇怪灵界生物的衬托下，有种难以言喻的美感。酷，不愧是最疯狂的冒险家。安德森由衷的赞了一声，旋即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格尔曼斯帕罗飞过去之前，好像扔了张符咒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还专门演示了开启咒文。他的意思是，安德森胡德视线下移，在脚边发现了那张白皙制成的符咒。黑色郁金香号上，身体微微弓起，目光锁定了敌人的克莱恩，内心并不像他表面那么冷酷和平静。安德森这家伙，快点用符咒飞过来啊！我一个人大概率搞不定，甚至非常危险。眸子内映出银白面具和两团苍白火焰的同时，克莱恩悠然的无声的祈祷了一句，因为那双注视甲板注视自己的神秘双眼存在，因为安德森胡德提及的梦境世界深处的开门者。他谨慎的放弃了立刻向自己祈祷，然后去灰雾之上用海神权杖回应的选项，并告诫自身不到绝境尽量不要暴露这方面的问题。他相信蠕动的饥饿加火种手套加魔术师各种非凡能力加海神领域的不同符咒，能让自身拥有与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一战的实力。而阿兹克铜哨对不死生物和偏死灵领域灵界生物的吸引力，可以帮助他废掉强大通灵者最厉害的手段。对死神途径的序列5来说，只要不超过必要的限度，面对一定数量内的中序列敌人时，始终都在以多打少。不过克莱恩并不认为这种局面下的自己就一定能赢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甚至干掉对方。这一是因为主战场在黑色郁金香号上，参考星之上将对未来号的应用，有脑子的都知道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二是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为目前最资深的海盗将军，背靠五海之王和灵教团两大势力，身上的神奇物品乃至封印物不会比克莱恩逊色多少，或许还有所超过。另外，很多传闻指出他拥有一枚古代死神遗留的戒指，再加上本身序列确实要比地狱上将低，克莱恩不仅没有狩猎即将成功，疯狂冒险家扮演更进一步的激动，反而内敛紧绷，不敢大意，只盼着那厄运缠身的最强猎人尽快飞过来。实力在同一层次的两人联手，才有不小的希望击败或者抗衡住失去了死灵大军的路德维尔，给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和他的海盗们腾出清除拼凑怪物的时间与空间。念头一闪而过，克莱恩毫不犹豫地展开了进攻，让火种手套窃取来的剧毒之物飞快往外扩散。没人能看出他的内心有那么多的辗转和担忧。戴着夸张三角帽和银白面具的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也在同一时刻抬起了始终紧握的左拳，张开五指，用掌心对准克莱恩。瞬息间，前甲板被触目惊心的黄绿色雾气笼罩了，而路德维尔身前虚幻光芒先时爆发，旋即以一点为圆心，飞快旋转，往内塌陷，构建出了一扇略显模糊的对开青铜大门。这青铜大门表面布满各种各样的神秘花纹，有种无法描述的深沉与死寂感。吱呀一声，大门摇晃着裂开了一道缝隙，缝隙之后是看不透的无垠黑暗，如同那最深最沉的夜空。一双双难以名状的眼睛就那样藏在深邃的黑暗里，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却又无法看见具体的样子。一条条没有皮肤的血淋淋手臂伸了出来，一根根凸显出婴儿脸孔的青黑藤蔓延伸了出来，一只只裂有嘴巴长满牙齿的手掌抓了出来，他们尖叫着，大笑着，哭泣着，喊闹着，争先恐后的抓摄起外面的一切。这带来了恐怖的吸力，阴冷到能冻将人骨髓的飓风凭空刮起，将一件件事物推向了那些诡异的事物，推向了青铜大门的缝隙处。黄绿色的剧毒之物一下被清空，克莱恩不由自主的就前倾身体，踉跄着蹬蹬而行。他左掌的手套当即变得漆黑，既有夜晚的邪意，又有星空的尊贵。克莱恩的棕眸随之深邃，一片幽暗，他的左臂往旁边张开，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席卷着前甲板的可怕吸力突然改变了朝向，将正奔往后甲板的白骨骷髅和腐烂活尸一个接一个抓起，丢向大门缝隙处，任由他们被长着婴儿脸孔的青黑藤蔓缠住，被血淋淋的手臂抱住，拖向青铜大门后无数眼睛所在的区域。扭曲，腐化难觉的扭曲。克莱恩扭曲了神秘大门的目标，用黑色郁金香号上的骷髅和活尸代替了自己。可就算是这样，他依旧被庞大犀利的余波影响着，以至于步伐艰难，无法发挥敏捷快速的优势。他戴着的那顶鸭舌帽已被飓风吹起，于半空打旋，飘飘荡荡的追随前方惨遭吸附的不死生物而去。这个时候，戴着夸张三角帽的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又抬起了右臂，
向前伸出了手掌，他上身的右侧迅速虚幻，似乎已属于幽灵与怨魂。他的胳膊和小臂不断延伸，一下就越过了不算近的距离，掌心苍白的抓向敌人。呜！飓风的声音豁然消失，轻微的低气声传入了克莱恩的耳朵，让他身体发麻，血液似被冻僵。随着那苍白的手掌越来越近，他就仿佛被怨魂恶灵附体，难以做出有效应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死亡来临，绝望的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在越来越快的流逝。没有任何反抗，路德维尔的苍白虚幻右掌抓住了克莱恩，将他捏成了一个薄薄的纸人。纸人沾满阴绿的腐蚀痕迹，很快就被没有丝毫停息的飓风撕扯成了粉末。青铜大门的侧前方，克莱恩的身影瞬间浮现，左掌的手套已染上了纯粹阳光般的色彩。他当即站直身体，张开了双臂，一道缭绕着金色火焰的神圣光柱从半空落下，打在了那满是神秘花纹的青铜大门上。阳光陡然爆发，刺得克莱恩险些无法睁开双眼，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制造出的可怕大门不仅本身摇摇晃晃，模糊了不少，就连内部传出的夸张吸力都有所减弱，长着婴儿脸孔的青黑藤蔓与血淋淋手臂更是凭空蒸发了大半。不过更多的怪异手臂，更多的扭曲生物已涌至门缝处，试图挤出来。克莱恩正要继续利用光之祭司的神圣之光净化那扇青铜大门，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苍白巨掌已疯狂抓了过来，他连忙侧扑，不断翻滚，避开了飓风余波和噬魂手掌。一次、两次、三次，他身形猛地一弹，斜着跃出，蠕动的饥饿已不知什么时候变得仿佛黄金所铸。克莱恩的眼眸内先是映照出了地狱上将的银白面具，映照出了他眼洞内的苍白火焰，旋即于深处亮起两道明亮的闪电。审讯者，精神刺穿。就在这个时候，路德维尔左手食指戴着的一枚方形黑沉戒指浮动了些许微光。克莱恩的脑海内当即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一个由人类、精灵、巨人、巨龙、魔狼、海怪、吸血鬼等生物腐烂脑袋组成的巨大王座，它每个微小的侧面都有怨魂、幽影和恶灵的透明面孔凸显，充满憎恨、怨毒和不甘。忽然间，克莱恩的脑袋就像是被人用斧头劈了一下，可怕的痛苦没有一点延迟的占据满了他的思绪，他的精神刺穿不仅没发挥作用，反倒影响了他自身，成倍的影响。若非经历过更极致的痛苦，克莱恩现在肯定已翻倒于地，哀嚎着挣扎。可就算这样，他也短暂失去了反抗能力，表情扭曲的半弓起腰背。抓住这个机会，路德维尔银白面具的嘴缝处，正常生灵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缓慢吐了出来，四周一下变得愈发暗淡，既朦胧又虚幻。这是来自地狱、来自冥界的死亡之语。克莱恩刚有缓和一点，就发现自己的灵体不受控制的往上浮起，与身躯一寸一寸分离。而那青铜大门的恐怖吸力对灵来说更加无法抵抗。不行！趁灵体还没完全脱离身躯的机会，克莱恩勉强控制着右臂抬起，张开了戴着火种手套的5根手指。不同的光华瞬间交叠着浮现于他的眼前，不断变化着，飞快闪烁着。没有任何的犹豫，克莱恩抓住其中一团流淌着阴绿的苍白光华，扭动手腕将它抽离。在这场战斗中，他心里最想窃取的是制造青铜大门的非凡能力，但却难以保证一定成功，只能祈求女神庇佑。那光华一下飞出，落入了火种手套里。然而这并不是克莱恩最想要的那个非凡能力，不过也不算差。路德维尔银白面具后的嘴巴张合不定，却再也发不出那艰涩拗口，只要活着的生灵都必然听不懂的语言。与此同时，克莱恩张开了嘴巴。第178张面具之后，一个又一个别扭的、艰涩的、刺耳的、完全无法听懂的单词从克莱恩口中缓慢吐出，让青铜大门恐怖吸力制造的飓风一下变得沉静，让周围本就暗淡的环境愈发深幽。直到此时，他才知晓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刚才使用过的这种非凡能力叫王者之语，能直接绕过血肉之躯的保护，针对灵体。它属于通灵者能力的进阶，将直接的灵之间的沟通上升为一种驱使，乃至一种奴役。活着的生物没法听懂的语言在前甲板上回荡，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不可避免的僵立于原地。他海盗船长打扮的身躯表面迅速浮现出了一层透明的部分，他的灵在被虚幻的力量拉拽，
这时，路德维尔左手食指戴着的那枚方形黑沉戒指亮起了淡淡的幽光，那被强行拖出少许的灵体立刻回归身躯，两者重新合二为一。铮！路德维尔右手抽出了腰间悬挂的那把细细的刺剑，它通体呈铁黑色，尖端吸聚周围光亮，化为了黑沉一点。这位地狱上将猛地一个跨步，带着狂暴的劲风，豁然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他手中的细剑随即迅捷，如同闪电般刺出。那扇布满神秘花纹的青铜大门依旧屹立于原本所在的位置，没有因为路德维尔收回左掌，展开动作而消失。这就与克莱恩之前在沙伦小姐那里见识过的依靠神奇物品使用出来的类似能力出现了区别。噗！黑沉的刺剑以无法躲避的姿态戳穿了克莱恩。克莱恩的身影迅速干瘪，变成了一张薄纸，纸面枯黄干脆，似乎已被风化了万年。青铜大门带起的飓风吹过，纸人彻底粉碎。半空之中，克莱恩从幽邃里跃出，掌中已握了一大把海神领域的符咒。风暴！急促拗口的古赫密斯语单词迸发，白皙薄片各自燃烧，将自己献祭给了海神。也就是说，只要克莱恩愿意，他可以收回绝大部分材料。多次循环，直至这些金属再也无法承受灵性。呜！青色的锋刃激射而出，周围的海面腾起了和船舱等高的沉重波浪。因为克莱恩没尝试，也来不及分辨符咒的种类，这些攻击覆盖式袭向路德维尔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超自然效果出现于这位地狱上将的身上。水下呼吸、自由行动、浮空之风和抵抗压力等目前根本没什么作用的影响一层又一层叠加了起来。路德维尔突地张开嘴巴，发出无声的尖笑，那即将拍到他身上的海浪和数不清的锋刃短暂凝固于了半空。紧接着，这位地狱上将举起了左手，他食指上那枚方形黑戒随之流转出邪异阴森的光芒，并瞬间变亮。呜！那扇充斥着不可名状感觉的青铜大门一下膨胀，变高变宽了1倍。沉重的吱嘎声里，门缝裂得更开了，本就恐怖的吸力顿时攀升至超越想象的程度。青色的锋刃，漆黑的海浪，半空的克莱恩同时涌向了大门，投奔徐徐展开的怪异藤蔓与手臂们。克莱恩正要驱使光之祭司的灵魂，用神圣之光硬碰青铜大门一下，以获得喘息的机会，却看见一团半人大小的赤白火球从另外一个方向飞了过来。这火球本身的速度叠加上了大门产生的夸张吸力，从克莱恩旁边不远越过，砸到了神秘大门的缝隙处。轰隆！赤白的火浪四溅，雨水般落往周围不同区域，但却只能让那扇对开的青铜大门摇晃几下，暗淡了一些。克莱恩抓住机会，啪的打了个响指。他衣兜内分开存放的几根火柴当即燃起，赤红的焰浪迅速将他的身体覆盖，消融化去。青铜大门侧方的一团火焰腾起，克莱恩从里面跃了出来。他一眼就看见安德森·胡德正姿态有些别扭的漂浮于半空，掌中紧握着一根赤白的长枪。这位最强猎人终于赶到，只是看起来不太习惯飞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抬头看到这一幕，银白面具眼洞位置的苍白火团明显跳动了2下。很显然，他完全没想到未来号上除了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还有2位海盗将军级的强者，而且都携带着相当不错的神奇物品或封印物。就在这时，路德维尔猛地抬手按在自己脸上，出人意料的摘掉了那张银白的面具。深沉的苍白的光芒豁然从那面具之后喷薄而出，让路德维尔左手食指带着的黑沉方戒瞬间扩散出无穷无尽的死寂。这死寂涌入青铜大门，将他推离了甲板，推到了半空。这布满神秘花纹的大门融合了无穷无尽的死寂，飞速膨胀到超过30米高。它以海面为基座，屹立于那里，就像连通着另一个世界。不同于当前的世界，哐当，青铜大门陡地敞开，无法言喻的黑暗奔涌而出，包裹住了黑色郁金香号的前甲板。克莱恩见状，顾不得攻击，忙掏出正确的符咒，快速给自己使用。一阵狂风卷来，将他推出了黑色郁金香号的上空。这艘巨大的帆船在黑暗的牵引下，10米10米的驶入了青铜大门，驶向另一个世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立于船头，仰望着半空，脸庞被苍白的光芒覆盖，看不清具体的样子。他的视线先是扫过克莱恩，继而落到安德森·胡德身上，似乎要记住这2个猎人，可却没有再尝试攻击，似乎被周围的黑暗限制住了。安德森愣了愣，接着毫不犹豫就投出了手里的赤白火焰长枪。
这长枪直奔路德维尔而去，但一进入黑暗与死寂包裹的区域，就无声无息消失不见。路德维尔这是准备逃了，真果断啊！克莱恩先是一怔，旋即想起阿兹克铜哨还在黑色郁金香号上，眼见巨大的帆船已近半通过青铜大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自身完全没有办法阻止。克莱恩边丢出根火柴，边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进入50米范围的后甲板上，在撕咬拉扯着彼此的不死生物间连续转手的阿兹克铜哨旁边，与他绑在一起的火柴豁然亮起，腾起了赤红的火焰。火焰之中，克莱恩的身影浮现于那里，探手抓住了阿兹克铜哨。这是他为回收铜哨做的准备，而且为了预防意外情况，也就是火柴有被不死生物抓扯下来，他还在铜哨表面涂了层易燃的太阳精油。啪！身处无数死灵包围中的克莱恩根本没时间收回抓住铜哨的手，立刻就又一次打出了响指。这个时候，一只或透明或腐烂或苍白或虚幻的手掌已抓到了他的身上。克莱恩之前丢出的那根火柴于半空燃起，腾跃出了一蓬炎流。他的身影很快浮现于这团火光内，但脸色发青，嘴唇变白。被数不清的幽影、怨魂和其他不死生物抓了下的克莱恩，此时发自灵体深处的感觉寒冷，难以控制住身体，扑通一声下坠，掉入了已重染金芒的海中。随着黑色郁金香号基本驶过青铜大门，之前宛若地狱入口的海面已恢复正常。克莱恩下沉了几米，被呛了口又苦又涩的海水，终于缓了过来。还好准备充分，念头一闪间，他突然觉得不对。佩戴着鱼人袖定的他有10分钟的被动水下呼吸能力，不该呛水才对。克莱恩猛地侧头看向腕口，只见那枚蔚蓝色的袖定不知什么时候已脱离了组织。丢了，被火种手套弄丢了。我刚才一直在黑色郁金香号上。克莱恩扑腾了几下，浮出水面，正好看见巨大帆船的尾巴融入黑暗。青铜大门徐徐关闭，他本能往前游了几米，最终停止下来，从剩余的符咒里甄选出一枚，给自己加上了水下呼吸的非凡效果。半空的安德森·胡德看到这一幕，暗自啧舌道：这家伙真疯了，竟然还想追杀。就在这个时候，未来号上星芒分落，凝成一道长桥，延伸了过来。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终于解决了之前那个拥有顽强生命力的灰黑怪物。可惜啊，地狱上将再迟疑一下，不那么及时逃跑就好了。安德森无声叹息，稳稳落到了星桥上，目睹格尔曼斯帕罗飞来，他正要打声招呼，赞对方几句，却看见了一张冷酷沉默的脸孔。安德森直觉地避让开来，干笑了2声，任由格尔曼斯帕罗越过自己。沿星桥返回至未来号上时，克莱恩已收敛住了种种情绪。看到弗兰克里迎了过来，朝自己竖了竖拇指。你是我这一生到现在为止见过最疯狂的家伙，你竟然敢独自登上黑色郁金香号，单挑地狱上将，而且还活着回来了。对不起，论疯狂，我远远不如你。克莱恩默默回应了一句。此时，许多顶着长发或蓬蓬头的海盗也相继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与赞叹。这样的氛围里，克莱恩闭了下眼睛，感觉无面人魔药彻底消化了。第179章临近，弗兰克里未察觉格尔曼斯帕罗的异常，笑呵呵的又补了一句：我刚才都想给你提供点帮助，丢些种子过去，可惜我没办法扔那么远，丢些种子到黑色郁金香号上。这片海域有大地女神残留的气息，相应领域的非凡事物都会发生异变，敌我不分，同时攻击。当时我也在黑色郁金香号上啊，还好你没扔。克莱恩豁然想起了未来号之前的惨状，想起了死去海盗头顶长出的西瓜。他刚要斟酌说辞，让回应符合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忽然看见不远处阴影里的西斯道尔凸显了出来，弯腰呕吐。这位无血者先是干呕，接着双膝渐软，跪到了甲板上。哦，他终于吐出了一滩黄绿的液体，里面有一块半腐蚀状态的灰黑色肉块在清除般蠕动。西斯道尔连续吐出了好几滩类似的事物。看到这一幕，克莱恩觉得恶心之余放心了不少。他原本担忧西斯道尔这蔷薇主教乱吃东西会被污染，现在看来对方应该只是包容隔绝，未做真正的消化。不愧是没疯的蔷薇主教，克莱恩无声感叹了一句。他眼角余光正打算从那些呕吐物上移走，
脑海内忽然闪过了一些念头。蠕动的饥饿已经被开启，1天之内必须喂食1次，而这里没有外人，没有理想的恶棍。之前死去的那个海盗不行，虽然他的同伴们未必会看重尸体，但蠕动的饥饿是要吞噬灵魂的，不知道这些肉块能不能充当下食物，至少他们原本属于有旺盛生命力的，被大地女神气息影响了的尸体。想到这里，克莱恩上前2步，走至西斯道尔附近，他不忍目睹那几滩呕吐物，视线本能的投向了另外一侧，投向了船舷外映着阳光的壮丽大海。然后他往灰黑肉块位置伸出了左掌。蠕动的饥饿没有一点变化，喂在手套正中裂开嘴巴，看来他不想吃，只能先勉强用着，应对潜在的危险们。若接近1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食物，就把它丢到灰雾之上。克莱恩无奈的收回手，抬头望了眼船长室方向。星之上将加德利亚身前的黄金胸针再次绽放光亮，凝出太阳怨魂，将西斯道尔呕吐出的那些灰黑肉块一一净化。这位海盗将军的脸色和表情都没什么变化，但似乎有点疲惫，眼中的深紫光彩愈发明显。确定船只已重新起航后，克莱恩不再停留，准备回房间更换掉湿透了的衣物。安德森看了他一眼，靠拢过来，好奇的张开了嘴巴。闭嘴！克莱恩抢先开口。这次的事件让他丢失了愚人袖定，所以他对厄运缠身的某人愈发看不顺眼，就差定义为蠕动的饥饿的食物。好吧，安德森抬了抬双手，我安静的喝酒。克莱恩没再理睬他，进入船舱，回到了自己房间。盥洗室内，他拿出一枚造水符咒，念动古赫密斯语单词，弄了一浴缸的清水，然后脱掉全部衣物，躺了进去。冰冷的感觉与温暖的阳光让他放松了不少，拿起刚才从书桌带来的纸笔，写下了一条占卜语句。愚人袖定的位置默念7遍后，克莱恩完全躺下，枕着浴缸前部进入了梦境。灰蒙、断续、虚幻的世界里，他看见了甲板，看见了一个身躯已腐烂挤出的活尸，蔚蓝色的愚人袖定就镶嵌在那活尸左腰位置的血肉里。甲板之外一片漆黑，让人完全看不清船只究竟在哪里。果然丢在了黑色郁金香号上。克莱恩睁开眼睛，做出判断，希望地狱上将不要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借助这袖定锁定黑色郁金香号的位置。发现其实也没关系，只要路德维尔没把袖定丢掉，事情也未间隔太久，我都可以进行定位。不过占卜的地方得从现实换到灰雾之上，还有等下必须做个占卜干扰，预防地狱上将借助袖定定位我，甚至诅咒我。他那枚戒指真的疑似古代死神遗留的物品。写信告诉阿兹克先生。克莱恩快速清洗了下身体，从浴缸内走出，擦干净，换好之前那套鲁恩绅士装后，克莱恩先是调整装备，将洗衣物，接着摊开信纸，取出了阿兹克铜哨，立在书桌旁，望着上面的事物。克莱恩伸出的右手忽有迟缓，他眸光闪烁了几下，又将阿兹克铜哨收起，放入小型铁盒内，用灵性之墙隔断了气息。他准备出了这片海域，离开了未来号，再召唤信使。这次损失不小，还好终于消化完了无面人魔药，可以专心等待美人鱼出现了。这片神战遗迹的实际情况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啊，竟然有大地母神的气息，这肯定不是之后留下的，否则一位神灵不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气息。第2纪元的8位古神也没有一个执掌大地领域的权柄啊，他们的附属神灵里倒是有疑似的，比如巨人王后、丰收女神欧米贝拉，比如依附吸血鬼始祖莉莉丝的生命女神。这是一场有从神参与的神战，还是确实并非第2季的事情？克莱恩苦于对这片神战遗迹了解太少，只能以猜测为主，臆想为辅。他收回思绪，重新裁剪起纸人，并在上面画满了属于愚者的变化与隐秘符号。啪！克莱恩提起纸人，抖甩了一下，火焰凭空而生，将纸人烧成了灰烬。这样一来，他已经能初步得到想要的效果，若想更好，则必须去灰雾之上做次响应，利用黑皇帝牌撬动神秘空间的力量，配合纸天使提供庇佑。依靠阿兹克铜哨和威尔昂塞汀纸鹤对可能存在的窥视进行干扰后，克莱恩重新进入盥洗室，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操作。收拾好房间，他带着蠕动的饥饿和火种手套，缓步前往甲板区域，准备认真地观察四周环境。
不放过任何有关美人鱼的线索。他刚离开船舱，就看见安德森·胡德靠着木质酒桶席地而坐，表情沉静，气息内敛，如在思考与感伤。他真信守着承诺，一直安静的喝酒。克莱恩咕哝了一句，从安德森前方经过。安德森缓慢抬起头，宛若梦呓的问道：“这里的酒是不是有问题？”克莱恩怔了一下，认真回答道：“是的。”安德森说不出话来，这家伙太过倒霉，非凡能力的应用出现了失败的结果，以至于没能察觉到酒有问题。克莱恩动了下嘴角，往前方而去。前甲板上，不少水手正围在一起，看着妮娜代行风暴之主牧师的职责，为刚才死去的海盗举行简短的葬礼。一点也不复杂的祈祷后，妮娜环顾一圈道：“李维尔的心愿是死后埋葬在家乡港口的山上，那里有最美丽的落日。他希望得到火化，这样死后不会受到侵扰。风暴在上，愿他安眠。”水手们大部分都信仰风暴之主，纷纷以右拳击左胸道。看着这一幕，克莱恩没有靠近，立在远处静静旁观。等到葬礼结束，海盗里维尔的尸体在卷轴帮助下变成了骨灰，克莱恩暗叹一声，在心里画了个绯红之愿。接下来大半天，阳光依旧明媚，天空始终正午。未来号绕过几处遗迹和废墟，越来越深入这片海洋。安德森不知什么时候已恢复正常，来到了克莱恩身旁。他眺望了一眼，指着前方被淹没于水下的建筑群道：“越过这个遗迹，左转行驶大概10海里，就有机会遇到美人鱼了。总算。”克莱恩正要回应，天空忽然黑暗，阳光陡的消失，又是一个夜晚来临。没再多说，他返回房间，躺到了床上。很快，他在梦境中清醒，眼前是洁净的落地窗，排列整齐的长桌椅子和摆满书籍的书架。这一次，他回到了之前离开梦境时的地方，回到了那个图书馆。黄昏的光芒照射进来，为所有事物蒙上了一层淡金。克莱恩略感疑惑的前行，走到了上次浏览过的书架旁。不出意外，他又看见了符咒之书等神秘学典籍。克莱恩刚打算抽出图书，快速翻阅，目光突然扫到了对面书架，扫到了一本黑色封皮的图书，罗塞尔笔记3，大地的日记，整本的日记。克莱恩下意识就要伸手，这个时候，他脑海内一下闪过了那双注视着甲板、注视着自己的神秘双眼，闪过了安德森·胡德提及的壁画大厅深处的开门者，闪过了自己之前不正常的梦境地点转移情况。克莱恩收回目光，依旧抽出了那本符咒之书。他来到长桌区域，坐了下来，开始快速浏览。突然，他听到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从图书馆深处靠拢过来。克莱恩的精神瞬间紧绷，缓慢地抬起了自己的脑袋。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双黑色的皮靴，第180章强大的气场。随着视线的上移，克莱恩大致观察清楚了脚步声的主人。她是位女士，穿着条便于活动的米色长裤，踏着双不短的黑色皮靴，可上身套着的却是一条浅棕色及膝裙，裙摆斜斜散落，展现出几分不羁与潇洒。这样的穿着搭配瞬间让克莱恩有种梦回地球的感觉，因为无论鲁恩还是英蒂斯，甚或福萨克、费内波特、伦堡、马西、东西拜朗等国家都没有流行过类似的风格。克莱恩抬头的速度变快，终于看见了对面女士的模样。她有头自然披下的栗色长发，挺直的眉毛恰到好处的延伸着，双眼蔚蓝而深邃，仿佛浓缩了一片海洋。她有着出众的美貌，可最引人瞩目的却不是这一点。她行为举止间自然流露的尊贵和那种长久处于高位的大人物气质更让人印象深刻。克莱恩下意识间甚至想埋低脑袋，避开视线的交触。而且她很高，和我的克莱恩·莫雷蒂状态差不多。克莱恩悠然在心里补了一句。彻底消化无面人魔药后，他愈发认识到自我是性格、经历、认知和各种人际关系的组合，外貌与身材属于可以随意改变的类型，所以只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他不介意用状态这个词来形容之前每个身份的体貌特征，反正无面人的每一次改变都是能固定下来，无需额外维护的那种。也就是说，哪怕现在没有了相应的非凡能力，他依旧可以维持格尔曼斯帕罗的外形。正因为这样，他完全能让克莱恩·莫雷蒂真正的长高一截。哒哒哒，那位给人俯视感的女士一步一步走到了克莱恩对面，
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我们又见面了，这位女士用柔和但不带丝毫感情的语气说道。这声音，这说话的方式有些耳熟啊。克莱恩灵光一闪，隐约把握到了熟悉感的来源。对方行来的一幕幕当即回荡于他的脑海，最终定格于那双黑色的皮靴。这是他。克莱恩豁然回忆起了相关的场景。他以灵体状态潜入王国博物馆，取走黑皇帝牌时，在现场遇到了一位半神，对方坐在高大书架间的木质楼梯顶层，穿黑色皮靴的双脚垂了下来，悬于半空。他变回夏洛克·莫里亚蒂身份，被恶魔犬追得大喊救命后，于途中遇上了青绿色豌豆藤交织成的森林之路，迫不得已跟随马车，一路驶到半空，看见窗外有豌豆藤连成的吊床般座椅和一双穿黑色皮靴的脚。是他，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梦境世界，出现在这片海域，而且还说又见面了。我现在是格尔曼斯帕罗啊。念头分成间，克莱恩表情淡漠地回应了对方。我们之前并没有见过面，半神又怎么样？只要不是天使，在这个梦境世界里，我都可以利用海神权杖对抗1、2。克莱恩默默给自己鼓了下气。那位眉毛修长的女士坐在对面，微抬下巴，凝视了克莱恩2秒，道：是吗？侠盗黑皇帝先生。轰的一下，克莱恩脑海内的思绪就像被雷霆直接劈中，炸成了无数小片，凌乱混杂，找不到重点。他知道了我是侠盗黑皇帝，他认出了我是当初在王国博物馆盗走亵渎之牌的那个灵体。这怎么可能？等等，他为什么直接称呼我侠盗黑皇帝？如果换成夏洛克·莫里亚蒂，我会更加震惊，甚至难以掩饰表情的变化。一个个想法闪过，克莱恩本能控制住脸庞肌肉，平静开口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那位穿搭不同于当前任何潮流风格的女士没重复自己的话语，也未解释什么，转而用平铺直叙的口吻说道：你格尔曼斯帕罗这个身份是我提供的。克莱恩瞬间头皮发麻，只觉自己在对方面前一点秘密都没有。格尔曼斯帕罗这个身份是拜托沙伦小姐通过她的渠道伪造的，这位女士，这位半神就是她的渠道。对了，沙伦小姐提过，她的圈子里有人在调查侠盗黑皇帝的真实身份，承诺满足完成者一个合理的要求，材料方面的限制是高序列以下。根据沙伦小姐的描述，委托者大致形象是1.7米以上，身材比例很好，栗色长发，爱穿黑色皮靴丝。这不就是对面那位吗？我当时就怀疑他是我在王国博物馆内遇到的那位半神，而且他很清楚我拿走的是黑皇帝牌。一个个想法飞快闪过，克莱恩短暂竟不知该如何开口，只好保持沉默。那位下巴部间带着点弧度的女士没继续格尔曼斯帕罗身份的问题，看了眼窗外凝固般的黄昏，道：你在罗斯德群岛期间，那斯特所罗门的黑皇帝号也出现于那片海域。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侠盗先生见对方不仅揭穿了自己的身份，还给出了思路和证据，克莱恩只好动了动嘴角，道：非凡特性聚合定律。他对面的女士表情顿时柔和了一点，仿佛带上了些许笑意。你果然是侠盗黑皇帝，原来你不敢肯定啊，你只是罗列了线索，表现出了自信的态度。他刚才怎么能那么笃定？他还有没展现出来的佐证？克莱恩一阵懊恼，异常疑惑。那位长久居于高位般的女士未就此多说，望向书架道：你是通过她的日记发现那张书签是黑皇帝牌的？日记？这位女士也知道所谓的罗塞尔笔记是日记。克莱恩怔了怔，未作回答。你刚才没去拿那本笔记，是因为察觉到了什么？那位女士再次问道。克莱恩突然想明白了件事情，决定不答反问，让自己不再那么被动，不再只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他望着对面女士蔚蓝深邃的双眼，直接开口道：你就是蔚蓝号上暗中窥视我的那个神秘人。美丽却让人不敢亲近的女士坦然回答道：是的，加德利亚都不知道我已经悄然上了蔚蓝号，而你竟然能发现。小丑的危险预感。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结合之前的信息，他基本可以肯定我是无面人，是魔术师了。从他的口吻看，他和星之上将很熟悉啊。摩斯苦修会的高层，或者那位神秘女王。克莱恩点了下头道，对那位女士又抬了抬下巴，嘴角略有勾起。正常的小丑不可能有这种程度的危险预感，哪怕已经序列5又被他发现了一点特殊。
他对占卜家途径很了解的样子，果然是有了灰雾力量的少许影响，我才能拥有非危险情况下的直觉预感。克莱恩不给对方再次开口的机会，沉声问道。安德森·胡德听到壁画大厅深处有开门声和脚步声，这属于你？你是指那位厄运缠身的猎人？对面的女士若有所思的问道。克莱恩点了下头，确实是我。对面的女士停顿了一秒，告诉那位猎人一个预言：最致命的危险往往藏在最平常的生活里。什么意思？克莱恩见对方没有解释的意思，斟酌着又问道。让我出现在黑之圣者梦中的人是你。对面的女士拢了下栗色的长发，嗓音柔和却淡漠的说道。这并不难猜测，经过这个梦境，我确认你拿走了卡维图瓦那条海蛇的遗物，你也像上次那样以灵体状态出现在亚恩考特曼面前，取走物品直接消失。你还携带了黑皇帝牌。克莱恩没去回应这个话题，转而问道。你是神秘女王？很多人这么称呼我。对面的女士表情平淡的回答。真的是，这位女士的赏金高达65万镑，仅鲁恩一国。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道。于是你找我有什么事情？神秘女王用蔚蓝的眼眸看了他好几秒，然后才道。我希望你将罗塞尔大帝自创的那种文字的解读方式分享给我，我可以满足你绝大部分的要求。克莱恩没承认也未否认，呵呵笑了一声道。难道你可以给我对应的高序列魔药配方？神秘女王气势内敛但气质不减的看着他道。你的命运在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这。克莱恩莫名震惊，他眼眸微转，思忖问题间，神秘女王站了起来。当你需要一些帮助或者几张亵渎之牌的线索时，告诉我答案。他转过身，向着洁净宽敞的图书馆深处行去，一步两步，身影越来越淡，很快消失。整座图书馆随即崩溃。克莱恩一阵恍惚后，发现自己回到了那个布满华美壁画的大厅。安德森瞠目结舌的看着他，愕然脱口道。你从哪里进来的？